段时间，女性题材、女性视角、女性力量、因为我本是高山以及新闻女王等等引发热议的作品成为话题中心。在观众吐槽国产电影在抹黑原型、侮辱女性时，电视剧《新闻女王》把女性在职场上发光发热，比男性更具野心和魅力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而事实上，在 TVB 专注女性题材时，最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陆都市剧。开播以来，吐槽声不断的《以爱为营》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，也让我们提出一个问题：什么才是偶像剧的底线？是调戏、性骚扰女性，把咸猪手当作幽默，背后随意造别人黄谣，然后会心一笑；是得知同学间接导致别人输卵管一侧切除，大喊那不还有一个吗？还是为了个小流氓背叛养父母，不顾10几年养育之恩，为一碗白粥与养母大吵大闹？当以爱为营闪亮登场，以前的种种离谱剧情都显得那样黯然失色。以爱为营，湖南卫视重点宣传的剧集之一，白鹿与王鹤棣2位顶流主演，再加上聂远、曾黎、寇振海等家喻户晓的实力派加盟，怎么看都是下半年的王炸。结果从人设到台词再到剧情走向，三观几乎要偏离地球冲向银河系了。这边追过去的人想自戳双眼，那边男女主的粉丝互相为演员鸣不平。一时之间，观众开骂，粉丝互喷，演员闭麦，甚至一度连带着导演被骂上热搜。这场大戏真是好不热闹。这回咱们就来看看以爱为营究竟有多炸裂，能被骂到这种地步。都说到这个地步了，咱们就先来看看最震碎三观的情节。女主手受伤了，于是她让男主帮自己扣内衣。如此无用的情节竟然还能被拍出来，导演想表达什么可想而知。果然，男主的手伸进女主衣服里帮她扣上了。如果只是扣内衣，其实也还好，只是离谱而已。可扣内衣之前，女主偏偏来了这么一句“爸爸”，很难想象这竟然是2023年上新电视剧里的台词。我都觉得自己的耳朵受到了某种程度的侵犯。不是你们给我搞情趣这一套是吧？对此，网友的评价是叫爸爸这种也能过什么？居然还搬上了台面，更有网友直接吐槽已经不是恶趣味的，这种恶心的剧怎么还能拍啊？当看到剧情里刻意营造的情趣画面，王鹤棣饰演的男主附身给女主系内衣带时，大多数观众都是眉头紧皱，感到生理不适的。不是观众排斥正常的恋爱关系里出现男人为女人系胸衣的桥段，只是受众群体大半都是女性，并且在偶像剧市场里，大多数的女性观众都不爱看所谓的职业女强人，以低姿态的方式呈现出没有男人不行的一面。要是这些系内衣带的桥段放在尺度戏里，来点撒娇暧昧感，观众没有这么抗拒。可是光天化日，女主又是叫爸爸，又是系胸衣，隔壁的 TVB 骂人都开始用找个男人嫁了吧。结果大陆的偶像剧还在嘤的叫男主帮忙系内衣，这个对比也是没水了。况且以爱为营展现出的恋爱关系，观众也不相信这部剧能在这样的桥段里有什么更重要的巧思。剧中的郑书意是优秀努力的新闻记者，但剧情里的她为了报复渣男，要以自己献祭。合着女性就是不能靠着自己证明能力，一定要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作为依靠，一定要利用霸总的偏爱来搞打脸众人的那一套。当然，国产剧里像王鹤棣在剧中这样的咸猪手镜头还不少。王鹤棣虽然脸长得帅气，演技没有那么油腻，可和东八区的先生们里的翻车桥段如出一辙。只是这一次翻车的不是张翰，而是王鹤棣。对比张翰的塑造，王鹤棣清爽了一些，但这也不能排除导演、编剧大聪明一般的创作发挥。如今看来，白鹿和王鹤棣的表演其实并不算特别油腻，两人的演技再有瑕疵，也没有张翰、杨洋那种可以炒菜的大庆油甜感。可偏偏剧情拖累，从刚开始的种种争议，到如今令人感到无语恶心的桥段，都证明以爱为营这部戏风评走低的大半理由都是编剧和导演造成的。这还没完，后面还有更加炸裂的。男主和女主赤身裸体在床上休息，这时候男二的电话进来了，女主顺手接起了电话，原来是想约他出去。虽然拒绝了，女主却并没有挂电话，反而在男主的床上继续听男二要说什么。这时候霸总出手了，他打掉了女主的手机，上来就开亲。第一次见到如此猛烈却没有丝毫感情的吻戏，接着赤身裸体的两个人继续自己的动作，而可怜的男二就这样在电话的另一头听着这俩人亲热。不是，难道我们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为啥要如此惩罚观众啊？
几乎每次都是男主霸王硬上弓，根本没有气势的男演员用带着口音的台词说出看似强势的土味情话，一下子甩开领带，迈着并不矫健的步伐，使出吃奶的力气将女主压在身下。而显然更强势的女演员要刻意扮演娇羞，你要洗澡了吗？先不洗。接着衣服就开始飞出来，不是，要不你俩先洗洗呗，隔着屏幕也会吐的程度。毫无作用的台词，莫名其妙的剧情，从未见过如此歹毒又脏的剧。其实市面上烂剧不少，可为何以爱为营能烂出强大，烂出新高度呢？因为三观不正就是原罪，就算中间有无法忍受的床戏和吻戏，那也是点到为止，恶心一回就过去了。但当整部剧都充斥着黄色废料，连说台词都能意淫，明面开黄腔，好好说话也没有三观，那么这部剧才是真的无药可救。明明是又美又强的大女主，却无时无刻把男朋友当成炫耀的资本，男朋友没在身边，她吃瘪觉得没脸面。到了男朋友的豪车上，就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甚至能在猛追男主的时候点赞评论男三朋友圈，与男二有暧昧不清。每一步都精准踩在观众的雷点上。就是平常聊天，女主表示自己不知道怎么表现，要不画一些重点，总不能让人裸考上考场吧？就裸考这么简简单单2个字，男主甚至还会刻意强调一下，并且问到怎么裸考。最后男主一脸魅惑的表情，而女主大惊失色，笑不活了。从台词到演技都如此恶毒，这是真的在借着艺术的幌子耍流氓吧？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吻，女主还要继续意淫。哎呀，影响不好吧，会带坏小孩。哎呀，男人情不自禁的侵略性真令人发愁呀。就这台词，你们有脸说，观众都没脸听啊。其实女主最突出的优点就是事业心爆棚，专业能力突出。然而到了以爱为营里，女主唯一强调的点就是自己的脸。只见过一次的保安会发出感叹，不离不弃的闺蜜用倾国倾城来形容她，就连她自己无时无刻都要大言不惭地夸奖自己的美貌。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再次感叹演员的信念感，这种无脑又搞笑的台词，她都能说得理直气壮，津津有味，而且是反复强调，在下实在是佩服。管男主叫爸爸，让他帮自己扣内衣，亲热给电话另一头的男二听，动不动叫自己大美女，开黄腔游刃有余，甚至还有教唆女主别坦白，让男主爱她爱到离不开了再说。看看全网的骂声，甚至有不少网友高呼直接把这恶毒的剧举报抬走。你别说，以爱为营除了整部剧震碎三观，戏外也是颇为精彩。这边粉丝拔出来男主拍戏时没有话语权，提出的建议被导演怼回去，女演员在一旁嘲笑。拍戏期间，这连号假牌照的车甚至还敢上路，疑似直接被交警赶走。还有男主拍戏现场直接被私生饭冲上来拥抱，已经官宣的配角也能被换掉等等，可谓越扒越有。果然，只要有一部毁三观的偶像剧横空出世，就意味着后面会有更离谱、更无底线的剧蠢蠢欲动。都这样了，还能看到流量演员在番位上做出的小动作，甚至在全网引发一场恶战，仿佛演这么一部剧是多么光荣的事。但其实国产偶像剧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套路。这2年虽然上线了《你是我的荣耀》、《你是我的城池营垒》以及《装腔启示录》这样的优秀作品，但是回顾偶像剧的发展就会发现，大多数的傻白甜古偶都是在抬高男主、轻视女主。包括今年上线的《我的人间烟火》和正在热播的《以爱为营》。可时代不同了，撑起偶像剧的女性观众对于女性力量的意识，已经让审美出现了全方面的拔高。别说是偶像剧了，我本是高山电影的翻车，坚如磐石里导演将镜头对准女性受害者的行为遭到反感，都能充分的证明观众已经在反抗影视作品被男性掌握、被男性视角掌控的市场问题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编剧和导演对剧情的打磨就应该更加谨慎、更加敏感，这就是想赚女性观众眼球、想要得到女性观众支持的前提。往小了说，以爱为营的翻车是因为情节低俗，令人恶心；但往大了说，是观众审美提高，对影视剧有了更高的要求。目前，以爱为营已经初步收官，但这部作品的播出效果众所周知，观众的质疑针对演员、导演、编剧，针对剧情、服化道、后期剪辑等等多方面。如今，以爱为营的播放成绩甚至是高于它本身品质的胜利。尽管它不如观众的预期那样出彩，但市场还是对这部剧很仁慈。不然，以它的品质，成为第2部《东八区的先生们》或者《我的人间烟火》也是有可能的。
偶像剧的世界太疯狂，三观都要给爱情做伴娘，侮辱观众的眼球，还要侵犯大家的耳朵。求求各位导演、编剧以及流量演员，放过观众吧！